选择灵兽的那日，我看中了一头猪，师尊急得直跺脚。他献上天才地宝，好不容易请丹凤下山，结果我不识好歹，偏偏要和一头猪结气。我默默叹息，前世我没看懂小师姐和丹凤之前的眉目传情，硬要和丹凤结气，结果魔族来犯，丹凤舍弃半身修为与我解除契约，去护住了小师姐，而我惨死在魔族手下。重来一世，总该要看清自己几斤几两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御剑宗的每个弟子筑基后，都要下山历练，巩固修为。作为剑道的第一天才，师尊怕我遭人嫉恨被暗算，所以特意为我求得丹凤下山，要他与我结气，护我周全。凤落梧桐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住了。在一片惊呼声中，小师姐忍不住上前轻抚了丹凤灿烂的尾羽，同门师兄急忙要上前拦她。众所周知，羽族都爱惜自己的羽毛，尤其是这种有一丝凤凰血脉的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丹凤低下了高傲的头颅，本来冷漠的目光此刻却充满了笑意。不必紧张，我很喜欢凭自己努力走上修仙一途的坚毅之人。哦，点我呢？我爹娘都是修仙之人，为抵抗魔族而死，师尊怜我孤弱无依，这才破例收我为弟子。而小师姐是爬过了3000问仙石，这才进入御剑宗。她只比我早入门1个月，因她从前是凡人，又年纪最小，所以师兄师姐们都对她十分照顾，平日里也是要什么有什么。只是没想到今天她把主意打到我的灵兽上来了。青兰，师尊忍不住喝止了她，这是你师妹的灵兽。宋青兰咬住嘴唇，小声反驳，可是师妹还没有与丹凤结气啊，而且师妹最疼我了，别说我摸一下，就算我想要，师妹也会送给我，对不对？宋青兰朝我乖巧一笑，满脸期待地看着我。真是喊她小师姐喊久了，搞得她真以为自己比我小了，我的忍让竟然都成了应该的。我上前一步，树上的丹凤立马化作人形，挡在宋青兰的身前，皱眉看着我，我与你结气，你不要为难他人。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就好像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混蛋一样。放心，我随手一指旁边趴很久的小黑猪，我也有自己心仪的灵兽。我师父坐不住了，万万不可。同门恨不得晃醒我，师妹你清醒一点啊。那头小黑猪缓缓直起身，我从它几乎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看清了它的疑惑。啊，我有血统传承的灵兽不一定是最好的，这一点我前世深有感触。前世宋青兰被我拒绝后，与我赌气，点了趴在一旁的小黑猪要结气。我拦不住，他说他只要丹凤，要么就要和这只小黑猪结气。这小黑猪后来在宋青兰的身边越长越胖，最后在魔族进犯时，竟然同一只魔族撕咬起来，想来最后也死在魔族口中了。而丹凤有凤凰的一丝血脉，长相美丽，脾性也学了个10成10，非梧桐木不栖，非灵泉水不饮，吃的也必须是灵花灵草，还不要储物袋里的那种，要新鲜的刚摘下来的。我为了满足他的要求，游历时好几次偏离了宗门定下的路线，延长回宗门的时间。拐进久无人烟的秘境中，不仅找到了不少灵草，还找到了对灵兽修为有益的玉石。可丹凤依旧不肯亲近我，只有在我喂食的时候才肯凑近自己高贵的头颅。而寻宝的过程中，总会遇到守护灵草的灵兽或妖兽，我拼死战斗之时，不管受了多重的伤，他都一概不理，而是站在一旁的梧桐之上，认认真真地将羽毛打理。我总以为这是灵兽的天性，也许我对丹凤再好一点，他就愿意亲近我了呢。这种想法直到我重伤回到宗门后，看见他飞到宋青兰怀里时，终于破灭了。我本来要与他解除契约的，但魔族来得太快，我和他一起守护山门，结果他说青兰在魔族手上，要强行破开结界救人，甚至不惜损毁半身修为，也要和我解除契约。山门破开后，大批魔族咆哮着涌入，在被吞噬之前，我眼中最后的景象就是半身鲜血的丹凤和宋青兰紧紧相拥。丹凤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，她有些羞恼，问我：你可想清楚了？我点点头，想的不能再清楚了。既然灵兽不能给我助力，那就契约个没有用的好了。
这样就算解气，它也不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创伤。那正好，丹凤牵起宋青兰的手，我要与她结气。师傅还要再劝，可是拂晓的灵力是剑宗最强的，与他结气，你的实力也能更进一步啊。更何况青兰还没有筑基，这与门规不合。宋青兰握紧丹凤的手，师傅，丹凤本身就很强了，不需要依靠师妹也能成为最强的灵兽。而且师傅不是夸我天资聪颖吗？我很快就能筑基的。师傅还要劝我，被我坚定拒绝了，眼看着劝不了我们，只好作罢，叹息着要为我们举行结气仪式。我抬手拦住师傅，宋青兰警惕地问我，师妹不会反悔了吧？一旁的同门实在看不下去，后悔了才正常好吧？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了，不给师妹叩头以示感激就算了，还在阴阳怪气。大师妹你属实是过分了。宋青兰好似听不得众人说她比我大的字眼，被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丹凤见不得她这委屈的样子，当场就要发怒。我及时开口，既然你已经要和别人结气了，是不是应该把仙草还回来？那仙草是我师父多年的珍藏，可不能便宜了这只白眼狼。丹凤动作磨蹭，神情犹豫。这仙草能引得丹凤下山，自然是好东西，既然是好东西，那就更不能落在丹凤手上。这一次他休想从我手里拿走一丝一毫的好处。怎么要学有些人的无赖行为？丹凤白皙的脸色变得通红，猛地一甩袖，一株仙草飞了出来。谁稀罕？话音未落，本来在一旁躺得懒洋洋的小黑猪忽然两腿一蹬，接着以众人没有反应过来的速度吞下了那株仙草，随后落地之时打了好几个滚，咕噜噜的滚完几圈后继续装死了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我师父，他大喊一声我的仙草啊，就要上去给小黑猪进行一个催吐。我一把捞起小黑猪，没捞动，只能拦着我师父劝他冷静。师父，你那仙草本来就是给我的灵兽准备的，也算物归原主了。宋青兰捂着嘴很可爱的笑了一声，师妹，你这只猪也不是一无是处嘛，最起码吃饭的速度就比别的灵兽快多了。我怀疑他在内涵我，但无所谓。笑吧笑吧，等你契约了丹凤，就知道谁的灵兽才是真正的饭桶了。节气开始了，宋青兰和丹凤站在法阵内，含情脉脉地相互凝视，而我要小心注意，别被小黑猪挤出法阵。这小猪体型不是很大，却出奇的圆润，契约降下时还扭动了几下，以示反对。我轻抚它脏兮兮的身体，低声问他，与我结气，你不需要战斗，只需要吃好喝好就行，我会保护好你，这样你也不愿意吗？原本躁动不安的身体立马不动了。我笑了一声，忽然听到师姐那边传来一阵喧哗，回头一看，原本化成人形的丹凤忽然变回了原形，就连光鲜亮丽的羽毛也暗淡了不少。宋青兰急得团团转，师傅你是不是记错法诀了？不然丹凤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丹凤很明显对自己这副形态接受不能。我冷笑一声，明明是自己实力不济，却还要污蔑师傅。师姐，契约灵兽与自己的主人共享灵力，丹凤会变回原形，自然是因为你灵力不够啊。宋青兰的脸色十分难看，带着丹凤离开了，想来是去寻灵草喂给他，以期他早日化形。我带小黑回了洞府修炼，刚一节气，我就感受到了从心里传来的饥饿感。我知道这是来自小黑的，可是他刚刚吃完一株仙草，灵力还未消化，应该感到十分充实才对。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另一种身体仿佛要被撑爆的痛楚从心底传来，这两种极端的感觉在相互拉扯，又此消彼长。我看着小黑，他仍然是懒洋洋地趴在一旁动也不动，就好像这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从他身上传来的一样。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灵兽，它到底是什么？我不想再重蹈丹凤的覆辙，可是不论如何，前世魔族入侵之时，小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。我思量一番，将小黑放到灵池之中。小黑身上有些陈年旧伤，被他圆润的身形撑得格外狰狞，我甚至担心他的皮会不会就此崩开。见他很有精神，甚至还挥动着短短的四肢游动了一番，我这才放下心来，准备给他上药。就在备药的短短功夫，我再回过身来，只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坑和一只躺在坑底的小黑猪。灵泉干了。
准确的来说，是他把灵泉干了。小黑本就圆润的身体变得更加巨大，我担忧地戳了戳他的肚皮。小黑，虽然我知道你是蜘蛛，但你是不是也太能吃了点？真的不会把肚皮撑破吗？原本躺平的小黑忽然挣扎着把头转向我的方向，然后张嘴，吐，一口未消化的灵泉水就这么兜头浇了下来。灵兽契约后与主人心意相通，我能感受到他的不满，于是抹了把脸冲他笑笑，在心里默念，晚上别吃饭了。小黑脸上的神色变得惊恐起来，我笑得更开心了。小黑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对，我打算在下山之前先去找师尊帮我看一下他究竟是个什么病。但小黑看了我一眼，翻了个身，转过去接着睡了。懒成这样的灵兽也是闻所未闻。我拨动剑柄，一小段寒光剑出鞘，冷冽的光印在小黑身上。我若有所思道，如今我还未辟谷，听说人类有道名菜叫烤乳猪，不如……小黑弹了起来，甩着4条小短腿就往师尊的山脚下狂奔而去。我在山脚下遇见了宋青兰，她一见我就笑，师妹，几日不见，你的灵兽怎么更胖了呀？我看了眼落在她肩膀上的丹凤，如此轻灵，和趴在一旁的泰山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丹凤的羽毛不如初见时光鲜亮丽，神色却依旧高傲，此时落在宋青兰的肩膀上，对我们侧目而视。前世我与丹凤契约之后，身上就随时带着梧桐木，因为只要没有梧桐，它就能一直盘旋在天上不落脚，就连我伸出胳膊示意它站，它也避之不及。现在倒是不嫌弃宋青兰了，果然是真爱。我笑着摇头，那当然是因为师妹我养得好呀，哪像师姐的灵兽，几日不见，毛都暗淡了不少。宋青兰愤怒地看我一眼，又生生忍住了不满，语气中带着试探。我知道自己灵力低微，养不好丹凤，反正师妹宝贝那么多，自己又没有灵兽要养，不如借我一些灵草可好？我看着宋青兰希冀的眼神，很诚恳地发问了，师姐，你脑子呢？我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株灵草，师姐想要这个？宋青兰的眼神立马亮了，多谢师妹，师妹放心，丹凤以后化成人形也会庇护师妹的。我将仙草递给小黑，等他吃完了，才对宋青兰道：“不谢，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灵兽要养，没有余力再养只灵兽了。”宋青兰十分不可置信，尖叫起来：“它只是一头猪，它是我选择的灵兽。宋青兰，你自己抢去的灵兽，就自己好好养，别指望我给你做这个冤大头。还借他灵草，想多了，我早就说过，丹凤这辈子别想占我一丝的便宜，你会后悔的。”宋青兰咬牙切齿，一旁的丹凤神色渴望，却学不会自己争取。我笑着摇头，我永远不会。师尊查探了小黑的身体，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，可是他总会感到过于饥饿或者过于撑。师尊摸摸胡子，饿了就吃，撑到了就停下嘛。看着师尊疑惑的表情，我想起他已经辟谷很久，想来对于这种饥饿或者撑到的感受已经很陌生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想赶快下山游历。对于这种病症，想来人间会更有经验一些。师尊叹息一声，拂晓，你自小就有自己的想法，这很好。可是本命灵兽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，灵兽相当于你的半身，应该给你更好的助力，而不是成为你的弱点。我知道师尊对于我没有和丹凤结契这件事耿耿于怀，可是对我而言，一个随时会背叛的灵兽才是最大的弱点。师尊放心，下山游历的时候，我会督促小黑也好好修炼的。下山游历前要向四通堂报告自己的游历路线以及归期，还要留下一丝自己的灵力注入玉牌，方便遇到解决不了的危险时，可以随时向师门求助。这么一耽搁，大半个月就过去了。下山时，我又遇见了宋青兰，她笑着靠近我，就好像之前的不愉快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师妹，听说你要下山游历，我们一起好不好？这样丹凤也能保护你。我瞧了眼丹凤，她现如今毛色暗淡且杂乱，再也没有之前盛气凌人的架势，看着我的神色反而多了几分恳求的意味。我转念一想，就知道了他们的目的，和我同行，美其名曰相互照顾，那顺道蹭几株灵草也不是不可以嘛。我不同意也没用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
为了迁就小黑，我甚至都没有御剑，徒步而行。小黑4条腿慢腾腾的，动不动就趴下装死要讹我灵草，我也不在乎，一株一株的喂给他。宋青兰嫌丹凤重，要他自己飞。每当我掏出一株灵草的时候，丹凤总会有意无意地绕着我飞。我知道是因为我背篓里的灵草吸引住它了，却故意气宋青兰：师姐，你这灵兽怎么总往我这儿飞？该不会想换个主人吧？我感到小腿被小黑轻轻撞了一下，传来的情绪告诉我他生气了。你别说，这300多斤的宝宝生气起来真是让人招架不住。宋青兰脸色铁青，咬牙让他回来。丹凤依依不舍，眼看着小黑嘴里叼着一株仙草，竟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灵草从小黑嘴里叼走了。只是丹凤优雅的习性改不了，他正在梳理仙草的叶子时，小黑终于反应过来，怒吼一声撞了上去。300多斤啊！丹凤直接被撞飞了。他在空中翻滚了几圈，跌落在地上，从入御剑宗后没沾过地的爪子终于落了地，沾了一身的尘灰，狼狈的不像是羽族的兽了。丹凤看着我的眼神十分委屈和哀怨。不是，我现在又不是你的主人，你这副模样看着我干什么？师妹！宋青兰惨叫一声，上前抱住丹凤，十分心疼的样子。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我回过神，师姐记性有点不好啊，要我提醒你一下吗？你的灵兽一上山就和你结气了，和我可没什么关系。说完，我拽着还要再踩几脚的小黑转身就走，边走边训他。踩脚就行了，踩多了就变成我们理亏了，知道不？我带着小黑一路北行。前世因为丹凤说有灵草的气息，我就偏离了路线，转而寻找仙草。等再拐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座刚被魔族灭口的村子。如果我不绕路的话，会不会就能救下哪怕一个人呢？这次我全力赶路，终于赶上了。正值深夜，整个村落都静悄悄的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。寒光剑枪狼作响，明显有魔气逼近。我画了个阵法，将小黑圈起来，让他不要乱跑。随后布下阵法，打算将魔族引入。临走前，小黑咬住我的衣角，神情躁动不安，要将我也拖进保护村民的法阵里。我心里发软，知道他在担心我，于是蹲下身平视他。凡人示弱，保护他们不受魔族侵犯，是修仙之人应该做的。你不用担心我，身为御剑宗这一代最强的弟子，就算没有灵兽，区区10几个魔族也不在话下。大意了，来的不是10几个，是几十个，似乎是几个魔族小队聚在了一起。魔族每个小队之间互不联系，怎么会忽然聚在一起？我没有时间多想，这些魔族已经进入了我的阵法之中。我躲在暗处斩杀了不少魔族，但他们也不是蠢的，很快就发现自己落入了阵法之中，于是很快便集合在一起。当我赶到棘手的时候，耳边传来魔族的惨叫声，一转头发现小黑正在大肆撕咬魔族的身躯，黑色的身影被他撕咬下来，最后竟然嚼吧嚼吧吃掉了。我大惊失色，小黑，那不能吃。但剩下的魔族很快就被小黑吞进了肚子里。我担心他会吃坏肚子，用灵力探索了一番，一边检查一边训他，不能随便吃东西，知不知道？不然就会什么也不发生。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，甚至因为忽饱忽饿的感觉都平复了不少。小黑靠在我身上，赖赖唧唧的哼哼。这魔族对你来说是大补吗？我更费解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灵兽？第二天清晨，我醒来后发现小黑正趴在我腿上安然的睡着。你别说，好歹有种灵兽和主人之间温馨的感觉了。不对，我把小黑晃醒，小黑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小黑给了我一个白眼，果然是瘦了，我都能看清他的眼神了。你果然还是吃坏肚子了吧？气得小黑翻来覆去的直蹬腿。之后的3年，我带着小黑一路往北，顺着前世的路线，一边历练，一边救下了不少前世没救下的人。唯独小黑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瘦了下去，我一路寻找人间美食，想把它养回之前的重量，但是它仿佛要绝食明智一般不肯吃，最终以缓慢的速度瘦了下来。等我们回到宗门时，小黑已经瘦得和普通小猪一样了。师尊见我的第一眼就大惊失色，瘦了。我捏捏因为实战而更加强壮的臂膀，正想谦虚一句，
哪有？结果师尊一步窜到了小黑面前。福小，你可不能虐待灵兽啊，就算是一头没什么大用的猪也不能。说完，师尊站远了一些，细细观察。不过，你这不是蜘蛛啊？是的，小黑原本过于庞大的脸颊和身躯让人误以为是头猪，结果瘦下来后反倒偏离了猪的长相。我翻阅了古籍，也没见过它这样的灵兽，正打算回来问问师尊，没想到师尊也不认识。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，可惜了，师妹的灵兽怎么还没化形啊？宋青兰眉目飞扬地走进殿中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神情冷淡的男子，正是丹凤。他此时恢复了人身，高傲的模样和我们出狱时别无二致。不过，就算她长得再漂亮，此刻也不如小黑在我眼里顺眼。我和师尊当着他们的面暗中传音，她居然化形了。我以为以师姐的废物程度，至少要再过个180年的。他们当初下山历练，没过几个月就回来了。青兰说丹凤受了伤，要宗门救治。丹凤伤好后回了羽族，羽族出了不少血才让丹凤化形成功的。这么废，不会当初也是依靠族中才化形的吧？宋青兰见我不说话，还当我见到化形的丹凤自卑了呢，更得意道：连个灵兽都养不好，看来废物的不只是师妹的灵兽啊。呵，一个用药堆积起来的废物还好意思骂我。正当我要兑回去的时候，小黑噌一下窜出去了。很好，还是300公斤时的力道。丹凤瞬移到宋青兰身前，在抬头时已经是满面寒霜，伸爪就要抓住小黑。我正要出手，却见一片黑色闪过，小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身黑衣的少年一拳干翻了丹凤，以及丹凤护在身后的宋青兰。他眉眼轻狂，脸颊还带着肉嘟嘟的婴儿肥，此刻捏着丹凤的脖子狠厉的模样竟然有些可爱。果然是废物，再怎么化形也依旧是废物。又转头看向宋青兰，还有你，长得丑就算了，心还坏，也配叫我们小小师妹？我呸！师尊戳戳愣住的我，你的灵兽也能化形啦？我沉默了，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啊。我看着那个男子衣服上的花纹，忽然想起之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宋青兰费力地爬起来，看着小黑的眼神中有一闪而过的惊艳。他试图抚上小黑的手，声音带着哭腔道：你放开丹凤。小黑吓得一下子缩回了手，神色扭曲道：你要干什么？又回头看我，小小你看到了，是他要对我出手的。宋青兰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，不是的，我就是想让你放开丹凤。他的神色楚楚可怜，丹凤捂着脖子坐起来，神色复杂地看着宋青兰。宋青兰的所有注意力却放在小黑身上。见小黑还要动手，我咳嗽了一声。小黑立马收手，回到我身边。我知道，适当给点教训就行了，再动手就是我们理亏了，对吧？我很想说不对，但是想想这确实是我告诉过他的话，只能闭上嘴表示沉默。回到洞府后，我看着小黑窜来窜去的收拾自己之前的猪窝，忙上忙下的，就是不敢看我一眼。小黑，我面无表情地叫他。他的身体僵住，偷偷回眼看我，见我是一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，一瘪嘴巴就冲了上来，抱着我的腰开始哀嚎：小小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，你现在惊不惊喜？我扯住他的头发往后拉，看着小黑还有点胖的脸，突然想起来下山游历的时候，我遇见过几次生死之际的情况。就在我昏迷过去的前一刻，被一只温暖的手扶住了。我费力地抬起眼，模糊中只记得看到了一张好圆的脸，还有他袖子上绣的没见过的异手。我忽然有点想笑，他不会是觉得自己的人形太胖，所以才一直不肯化形吧？哦，我依稀记得有几次昏迷之前看见了一个雄壮的背影，穿的好像和你一样，那不会就是你吧？谁？那可不是我。小黑跳了起来，心虚的左右乱看。小小，你怎么能记住别的男人呢？快忘掉！我捏住他的下巴，迫使他抬头看我。可以呀，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一笑，露出尖尖的虎牙。我是小小的灵兽啊。那你走吧。我干脆的转身，我的灵兽是头小黑猪，不是你。小小，他从背后急切地抱住我。我是饕餮，上古有4凶兽，饕餮为其一。饕餮原名楚玄，
因为太过贪吃，甚至吞噬了日月，母神为了惩罚他，拿走了他能消化一切的身躯，并且留下神谕，等什么时候你能填满食欲，就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他以人间的恶意为食，后来发现修仙者的恶意要比凡人大得多，尤其是你师姐，她身上的恶意那么浓重，说不定能满足我的食欲呢。所以我偷偷跟着她上山了，然后遇见了你。在你身上，我闻到了和你师姐截然相反的味道。饕餮紧紧贴住我的身体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恶意不能填满我的食欲，那么爱可不可以？拂晓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，我都无比满足，时时刻刻要逼疯我的恶意，就能平息片刻。所以，饕餮握着我的手，别丢下我，你不会想知道饿疯了的饕餮都能吞掉什么东西。楚玄暂时留下来了，唯一麻烦点的就是宋青兰总爱往他身边凑。小黑，我新得了一株100年份的仙草，你喜不喜欢？仙草应该是丹凤拿到的，此刻他看着宋青兰拿去送人，依旧没有表示不满，只是紧紧跟在小师姐身边，神情黯然。我问过师尊，能不能打他们一顿？按照宋青兰这么3天2头的来找楚玄，我真的很怕他那天忍不住会把宋青兰吞了。但师尊让我冷静，说是宗门大比开始的时候，好歹算个战力。我眉头皱得越发紧了。前世魔族进犯那天，正是宗门大比的前1月，这几天师尊催着我们出发，但我总是担心魔族会突然出现在御剑宗，于是找了诸多借口留下，又巡视了护山大阵，却始终不见魔族的气息。直到宋青兰来找小黑的时候，问我什么时候出发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前世魔族入侵的时候，宋青兰是怎么会出现在结界外来着？我心中浮现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，禀告过师尊后，终于和几位长老一起前往参加宗门大比。路上，宋青兰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小黑身边蹭，丹凤却罕见地跟在我身边。于是我们4人形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，我和小黑挨着走，宋青兰紧紧跟着小黑，丹凤却紧紧挨着我。就如同前世宗门被入侵那日一般，魔族突然出现，几位长老迅速护住同门，但宋青兰依旧被魔族抓住了。那个魔族看起来很眼熟，正是前世在结界外抓住宋青兰的那个。前世今生，要有多大的巧合，才能在不同的地点被同一只魔族抓住？还是说，这本就是他们之间串通好的？我眼睁睁看着丹凤不要命一般冲了上去，快要抓住宋青兰的时候，却被他挥开了手，然后对着小黑哭喊：“小黑救我！”丹凤僵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着宋青兰，但是宋青兰始终没给他一个眼神。小黑对宋青兰的哭喊充耳不闻，一直跟在我身边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这才不情愿地冲到宋青兰身边，将她救下。周围的魔族一个不剩，宋青兰从高处坠落，本以为小黑会接住她，却没想到小黑根本不伸手，只能狼狈地摔落到地上。这次就连丹凤也没去扶他。临走前，我听到他低声骂了丹凤一句：“没用的东西，连我都接不住，我要你何用？”到达宗门大比的地点后，我修炼到半夜，却突然感觉到一道窥视的目光。我安心坐着不理，果然没过多久，那目光就消失不见了。随后就是丹凤愤怒的叫声。我皱眉推开门，就见丹凤被小黑踩在脚下挣扎，手却伸得高高的，凶狠的像是要从小黑身上撕下一块肉来。小小你出来了，我本来想把他扔出去的，但这小子好像疯了，一直往我身上冲。我顺着丹凤的目光看向小黑的脖子，上面挂着一块通透的玉牌。这玉牌对灵兽修炼有好处，前世我在上面雕了只凤凰送给了丹凤，他十分嫌弃，但碍于玉石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只能贴身带着，就是藏在羽毛里，不肯让人看见。这一世我随意刻了个珠字，丢给了小黑。小黑笑着说：“这好像狗牌哦。”然后喜不自胜地戴上了，天天挂在脖子上炫耀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。丹凤哑着嗓子对我说：“那是我的。”小黑大怒：“你放屁！这是小小给我的。”说完觉得不解气，又踩了他一脚。我知道，丹凤也重生了。你搞错了，那是我送给我的灵兽的东西，不是你的。拂晓，你也是对不对？你肯定比我早，可你为什么不选我？丹凤固执地看着我，
像是要讨个说法。真好笑，明明拼上半身修为也要解气的人是他，现在却来问我为什么不和他解气。你是解气有瘾吗？小黑更生气了，你果然心怀不轨。你等着，老子今天就拔了你的毛做烤鸡。烤鸡没吃成，因为他被我拦住了。御剑宗的事要回御剑宗解决，总不能让其他宗门的人看笑话。可小黑不信，说我就是看上了那只鸡，说自己没有安全感，要抱着我睡。我都要被他气笑了，一脚给他踹下床，要他自己滚去修炼。第二天的宗门出事，我早早晋级，跑去看其他人的战斗。宗门大比不限制武器，倘若你有灵兽，也可以一起战斗。我本以为丹凤昨晚受伤，战力肯定会大不如前，但是没想到他却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更加勇猛激进。战斗结束后，宋青兰下台笑着问我，师妹，你更喜欢丹凤还是小黑啊？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丹凤是你的灵兽，我又没有抢别人东西的嗜好，当然更喜欢自己的灵兽。小黑嘿嘿笑着的样子看起来更傻了，倒是丹凤神情更加落魄。宋青兰夸张地叹了口气，本来想着师妹喜欢丹凤的话，我就和你换换来着，反正我也是更喜欢小黑。不过没关系，早晚的事儿。他这种自信的语气让我想起了上一世。不知为何，宋青兰总是喜欢和我抢，但总也抢不过我，只是我见他从前是凡人，所以总是让着他。他唯一抢走的就是丹凤。你放屁！小黑字正腔圆地拒绝了他，老子和这只死鸡可不一样。那就等着看吧。第二天我抽签时才发现，我的对手是宋青兰。她站在台上冲我恶劣的笑，丹凤的神情恍惚，只是眼中多了几丝不易察觉的黑线。这不对劲！还没等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比试的阵法已经开启，除非有一方认输，否则没有人能打开。小黑在我耳边低声道，那只死鸡入魔了。他刚说完，眼前的宋青兰也发生了变化，她额间浮现出血红色的魔纹，那是魔族王族的标志。丹凤痛苦地嚎叫一声，原本纯净的灵力发生变化，竟然也转化成了魔气。结界外，原本观战的众人一阵惊呼，我这才发现，不知何时，空中出现了大量的魔族，呈包围之势缓缓逼近。宗门大比可真是个好东西，正道的新秀们齐聚一堂，也方便了我一网打尽。师妹，你现在要不要认输？结界外的众人正在苦战，他却要我和一只魔族认输。我手持寒光剑，不可能。那就好，我还在想，要是你认输了，可怎么找借口打得你屁滚尿流啊？他话没说完就冲了上来，小黑对上了丹凤，丹凤入魔后实力大涨，而小黑的封印还没有破除，一时之间竟然僵持住了。宋青兰丢了入门时师傅给她的灵剑，此刻用一把大刀劈头盖脸地朝我砍来，一边愤愤地质问，凭什么我想要的一切你都这么轻易地得到了？名声是你的，天赋是你的，灵兽也是你的，修炼资源也是你的，还有饕餮，既然是凶兽，本就应该为我魔族所用。既然是师妹，凭什么什么都是你先挑？宋青兰的面目狰狞，你错了，灵兽有灵，修仙还是修魔也该由他们自己来选才对。师姐，你一个魔修过来质问我？我修炼的资源是我爹娘留给我的，声名远扬是因为我天资聪颖又刻苦修炼，他们不传我的名声，难道传你一个魔族吗？现在想起来自己是师姐了，抢我东西的时候怎么不说要爱护师妹啊？我一剑抽飞他，那边小黑一声怒吼，将丹凤踩在脚底。可是宋青兰不认输，结界依旧无法打开。你厉害又怎么样？不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下一代的天骄们惨死于此？宋青兰笑得张狂，其他魔族去个大宗门了，你也别想着能有人来救你们。魔族终将统治此方天地。我认输。丹凤虚弱的声音传来，他恍惚的神色有了一丝清明。你敢？你是我的灵兽，怎么能背叛我？结界打开，我和小黑冲了出去。漫天的黑色遮天蔽日，仿佛永远也杀不尽那般让人绝望，而正道这边已经有人支撑不住了。小黑与我心意相通，他化回原形，我只看他一眼就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不行，你会被撑爆的。当然不会，你的灵兽可是饕餮。他骄傲地一仰头，
冲向了最高处的黑暗天空。我第一次见到饕餮进食的景象，漫天的魔族被迫往小黑那边去，排着队进入了他口中，而小黑的身体却越长越大，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再次由心底传来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，只能疯了一样斩杀更多的魔族，以期能够减少他的痛苦。寒光见黑气缠身，绝望蔓延到所有人的心上。快看！有人惊呼，心底传来的痛苦消失不见，小黑的身形也开始发生变化。有人认了出来，是饕餮啊！完全体的饕餮战斗力完全不同，只一息间就将所有的魔族吸入口中，天地间再次清明。擂台上宋青兰和丹凤已经奄奄一息，看起来比战斗前还要惨。我只看一眼就知道丹凤再次解气了，只是这次解气的对象换成了宋青兰。宋青兰被长老们带回御剑宗了，虽说是魔族人，但毕竟曾是御剑宗弟子，要交由师尊处置。丹凤拦住我，他神色因为泄气变得虚弱。饕餮是凶兽，性情凶狠，你和他在一起迟早会受伤的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吃了你。小黑狞笑着靠近丹凤，我拦住他，可是至少他不会背叛我。丹凤的脸色更苍白，要是我来早一点的话，那也是一样的结果。丹凤失魂落魄地走了，小黑撅着嘴凑上来，你们之间好像有故事。我推开他的脑袋，没有。他低落着头，神色不明。是真的，我安抚他，我们之间才有故事。至于他，是以前的事故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